这绝对是影史上最好看的玄幻美剧。该剧改编自罗伯特·乔丹的同名长篇小说，与《全游》《魔戒》并称为西方3大巨头。其恢宏庞大的世界观，每一帧画面都会让你大饱眼福。在这个光与暗对立的世界，善与恶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战争。由于该剧剧情错综复杂，建议直接跟我一起看解说系列。假如不好看，我给你介绍对象。故事还要从这个怀胎10月的女人说起。在零下50度的冰天雪地中，女人正在被一群士兵追杀。就在即将临盆之际，一把大刀从身后袭来，女人强忍着剧痛进行反击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她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，用长枪狠狠刺死了敌人。每一次行动都伴随着无比的疼痛，但她却没有退路可言，因为她知道只有解决眼前的敌人，才能给孩子换来一个求生的可能。眼看就要将敌人全部歼灭，不料腹中的剧痛再次袭来，敌人趁机捅在了女人肚子上，深深的刺痛感让女人近乎绝望。为了那位出世的孩子，她用仅有的力量做出了最后一击。尽管女人已经到了弥留之际，但她还是想把孩子生下来。然而就在女人彻底放弃抵抗的时候，怎料敌人竟然放下失路宝剑向她伸出援手。男人被这位伟大的母亲所感动，女人也因为男人的举动燃起了希望。在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哀嚎声中，孩子总算顺利诞生，可女人却因伤势过重永远闭上了眼睛。男人不忍心抛下孩子，决定将他抚养长大。而这个男孩就是传说中的转世真龙。相传他是一位既可拯救世界又能毁灭世界的人。为此，白塔苦苦寻找了20年，终于在两河流域感受到了他的存在。于是两仪师穆瑞在护法蓝人龙的陪同下，即刻动身前往两河。此时两河的香贤正在给艾文举行成年礼，如果淹不死他，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任香贤。艾文在湍急的水流中不断挣扎，脸上的惊恐渐渐被绝望代替，但越是绝望就越容易激发潜能。最终他成功控制水流，将自己送回到岸边。由于是五一假期，大家都忙着在艾文家的酒馆里推杯换盏。艾文的归来振奋了所有人，唯独她的男朋友兰德表情却有些复杂。坐在兰德身旁的是佩林，正在摇骰子的是迈特。三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彼此关系非常好。沉重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，原本热闹的酒馆瞬间安静下来。来人正是两仪师护法蓝人龙，紧随其后的是蓝宗两仪师穆瑞。他直接管老板娘要一个房间。见到他手上佩戴的戒指，老板娘立刻无条件答应，因为关于两仪师的传说无人不知，比如红宗两仪师非常歧视男性，不仅不需要护法，还专门训育男性两仪师，而蓝宗则捍卫公理与正义，并且拥有一位灵肉约妇的剑士护法。他们不是夫妻，却比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。两仪师发动魔法需要时间蓄力，护法的作用就是保护他们完成施法。两仪师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扭转战局，因此有他在的地方，大家都格外放松。奈尼威似乎洞穿了佩林的心事，提醒他回去看看妻子。此时佩林的妻子正在不停地练体，连艾文的成年礼都没去参加，显然他知道佩林暗恋艾文的事。相比之下，迈特就无暇顾及儿女情长。他不仅有嗜酒如命的色批老爸，还有一个精神恍惚的老妈。他负担养家的同时，还要照顾2个可怜的妹妹。等所有人都离开后，兰德将新摘的果子送给艾文，紧接着就斗了一场地主。这段不好看，我先跳过了。虽然艾文还没有答应成为香贤，但他的做法却让兰德无法接受，因为香贤一辈子都要孤独终老。两人最终不欢而散。第二天，小镇举行篝火晚会，大家都在尽情享受这一年到头仅有的快乐时光。突然，一个年轻人倒在艾文身前，胸膛被一把利刃贯穿。艾文猛然间发现，兽魔人不知何时攻进了村庄。伴随着无眼魔的一声呼唤，大批兽魔人开始肆无忌惮的疯狂杀戮。兰德父亲骁勇善战，短时间竟然能与兽魔人五五开。可兰父毕竟上了岁数，终究敌不过强悍的兽魔人。好在危机关头被兰德所救，但兰父却身中剧毒，危在旦夕。与此同时，佩林家中也闯入一只兽魔人，经过夫妻俩的顽强抵抗，成功将其击倒。就在佩林疯狂输出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低吼，佩林反手就是一击。不成想这个人居然是自己的妻子。可兽魔人不会因为悲痛就停下脚步，外面的杀戮还在继续。奈尼威和艾文被逼得走投无路，突然一阵白光将兽魔人撕成2半，原来是穆瑞两仪师和护法蓝人龙。奈尼威和艾文第一次见识到两仪师的强大，只见穆瑞随手一丢就飞出去无数个火球，瞬间将兽魔人烧成粉末。在护法蓝人龙的保护下，穆瑞开始引导光明之力。他将这股力量汇聚在半空中，化成叉状闪电，不断地劈向敌人。可敌人的数量太多，穆瑞一时不防中了暗算。兽魔人趁此时机抓走了奈尼威，无论艾文如何呼喊都无济于事。眼看兽魔人越来越多，穆瑞拔出短刀准备放大招，一道道光明之力从四面八方开始聚集。我大概数了一下，有999道。他们有的来自火光之中，有的来自墙壁之上，全都毫不保留地汇聚在穆瑞身上。当穆瑞再次睁开眼睛，大招就像无 CD 一样开始释放，强大的能量仿佛一颗颗重磅炸弹，不断冲击着兽魔人大军。伴随着杀猪般的惨叫声，兽魔大军顿时土崩瓦解。战斗结束后，穆瑞也无力地瘫软在地。此时的伊蒙村估计得去五八找个装修工了。幸运的是，除了奈尼威，其他4人都活着。看着还剩下一口气的兰夫，虽然穆瑞自己也身负重伤，却仍然施展魔法帮他治疗伤口。而兰德非但没有心存感激，反而怪这起灾难都是穆瑞带来的。穆瑞告诉兰德，兽魔人和他的目的一样，都是为了寻找真龙转世而来。他们5人的年龄与真龙完全吻合。
他虽然不知道具体是谁，但断定真龙就在几人当中。如果他们不离开村子，只会给村子带来更大的灾难。大家对穆瑞的话半信半疑。突然，山谷中传来兽魔人的嘶吼声。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村子，他们只能暂时相信穆瑞前往白塔。经过一夜的奔波，几人终于远离了村庄。可后面的兽魔人还在不停地追赶，直到晚上，他们来到一条河的渡口。为了能尽快甩开追兵，穆瑞付给船夫双倍价钱，船夫却不想开船，于是穆瑞只好亮出自己两仪师的身份，这才迫使船家驱动了小船。开船没多久，兽魔人就追了上来。拥挤中，一只兽魔人被挤进小河，当场就没了动静。原来兽魔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惧怕深水，气得无眼魔只能龇牙咧嘴。众人安全抵达对岸后，船夫却想回去和儿子会合。穆瑞担心船只被兽魔人利用，施法让船只陷入漩涡之中。穆瑞的做法也让几位年轻人开始动摇。到了深夜，穆瑞想趁大家睡着之际感受一下谁是真龙，可是没想到艾文根本就没睡，还将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。他担心自己的下场会像船夫那样。穆瑞让他不要担心，因为两仪师有3个誓言必须遵守，他们不能说谎，不能制造人类自相残杀的武器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意使用至上令。船夫的死是他自己愚蠢导致的，假如让他乘船回到对岸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听完穆瑞的话，艾文放下了成见，随后穆瑞将一个吊坠放在艾文手中。艾文突然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力量在掌心蔓延。穆瑞说这个世界不是谁都可以成为两仪师，但是他却可以。到了早上，兰德总感觉有东西想要吐出来，他从嘴里奋力一扯，居然扯出来一只蝙蝠，吓得他直接从梦中惊醒。可奇怪的是，周围真的布满了蝙蝠尸体。兰德认为这一切都是穆瑞搞的鬼，穆瑞也颇为惊讶。他问大家都在梦里看到了什么，没想到得到的答案却出奇的一致。看来暗地已经开始对几人下手了。穆瑞催促几人抓紧前往白塔，然而兰德却质问穆瑞为什么要听他的话。穆瑞不想跟他解释，更没那个耐心。碰了一鼻子灰的兰德想从女友那得到安慰，可艾文却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。兽魔人屠戮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，而穆瑞除了保护他们什么都没做，甚至不惜用自己受伤的身体治疗马匹。还有兰德那重伤将死的父亲。见气氛不对，一旁的麦特赶紧圆场，不管穆瑞的目的是什么，至少可以保护他们。兰德这才硬着头皮和大家继续赶路。然而到了晚上，穆瑞由于伤势过重陷入昏迷。正当群龙无首之际，兽魔人大军追了上来。他们从白天追到黑夜，直至追到一座裂开的城池面前。几人惊讶地发现，平日里凶猛无比的兽魔人居然停下了脚步。为了躲避兽魔人的追杀，蓝人龙不得已带几人进入了禁忌之城。女人被牛魔王扯头发拖行了3天3夜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他不死老牛都得活活累死。就在他绝望之际，发现老牛居然在啃食自己的同伴。女人抓住机会直接溜进了一个山洞，然而他刚逃进去，酒足饭饱的老牛就追了过来。他被吓得躲进水潭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好在老牛脑袋不太灵光，老牛在水潭一顿乱捅，仍旧没有结果，于是干脆走进水潭洗个澡。奈尼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，快速夺走他身后的短刀，捅进了老牛的胸口，疼得老牛抱着他一同沉入池底。几秒钟后，池水被染成了红色。随着奈尼威窜出水面，很显然老牛已经回家耕地了。他凭借听风者的能力，很快就捕捉到了同伴的位置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几人已经踏进了死神的领域。这是一座被邪恶入侵的禁忌之城，100米城墙竟被人硬生生撕开一个口子，就连凶狠的兽魔人都不敢踏入半步。它曾经是最富有、最强大的城市，可现如今却空无一人，到处充斥着死亡气息。蓝人龙提醒大家不要乱碰东西，然而充满好奇心的麦特却在一处隐秘角落发现了一把匕首，匕首上镶嵌着一颗宝石。可还没等他观察仔细，离奇的事情就发生了。马儿被黑影侵蚀，顷刻间变成了一堆沙粒，众人被吓得大惊失色。昏迷的穆瑞也被惊叫声吵醒，得知这里是邪恶之城后，不由得责怪蓝人龙会害死所有人。此时外面的几人正在被黑影追赶，被强行分成了2队。佩林和艾文被追到了城墙，只好咬牙跳进护城河。兰德和麦特被追至一处排水口，有惊无险地逃出了城外。蓝人龙抱着穆瑞来到了树林，就在他分神的功夫，一把匕首架在了脖子上。来人正是奈尼威。奈尼威立马询问年轻人的下落。蓝人龙让他先救穆瑞，只有穆瑞才能找到兰德他们，因为他们刚刚在禁忌之城已经走散。然而却被奈尼威拒绝，他根本不确定穆瑞他们到底是敌是友。蓝人龙突然反手夺走匕首，并将奈尼威打昏过去。待奈尼威冷静下来后，承诺他只要能救治穆瑞，蓝人龙可以答应他一切条件。最终奈尼威答应出手营救，只是兽魔人的剧毒他从来没遇见过，他用尽了一切的办法，依旧无法阻止伤口的恶化。看来还是要找到其他2仪师才行。逃出禁忌之城的艾文和佩林一直没闲着，不停地被恶狼追赶。然而诡异的是，狼群却只远远地跟在后面，似乎并不想伤害他们，反而在指引他们走向一个部落，一个居无定所的旅族。他们为人和善，给2人提供了篝火和食物。兰德几人的处境却截然不同，他们在一个村口发现一具吊着的尸体，上面宝石吸引了麦特的注意。明明是穷乡僻壤，却没人对这块宝石下手，说明宝石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接着来到一间酒馆歇脚，怎料身上的盘缠却被偷走，
为了让老板娘能提供一个住所，兰德只能充当苦力。可麦特却看上了村口那枚宝石，他偷偷来到尸体前，正琢磨着怎么能拿到水晶时，突然出现一个人，正是酒吧里的走唱人。原本过来是想把尸体埋掉，却正巧看到了这一幕，臭味相投的两人聊得不亦乐乎。听说麦特急需用钱，便好心的帮着把尸体弄下来。走唱人没有别的要求，让麦特拿完宝石把尸体埋起来就行。另一边，老板娘把兰德约到房间，准备让他领教一下异国风情，不料被定力深厚的兰德当场拒绝。老板娘见软的不行，干脆把门锁上。兰德当即警觉起来，冲过去就想要夺佩刀，没想到老板娘的动作比他还快，但他并不急着动手，而是要等麦特回来一并收拾。可他还是低估了兰德的能力，即便铁木做的房门也经不住兰德奋力一击。正巧遇到了回来的麦特，兰德来不及解释，拉着麦特就往外跑，结果还是被老板娘堵在了死胡同。事已至此，老板娘索性摊牌，她的灵魂早就出卖给了暗地，并称暗地的小弟无眼魔正在赶来的路上。然而话音未落，老板娘就被一记飞刀从颈部刺穿，好在卖唱人及时出手相救。与此同时，重伤的穆瑞在去白塔的路上，却遇到一个更加令人闻风丧胆的男人。这个男人你可惹不起，他只是略微动下手指，迎面而来的标枪瞬间变成粉末，士兵拔刀准备肉搏，下一秒就被男人散发的能量尽数消灭。这个自称转世真龙的男人叫洛根，不但颇具魅力和组织领导才能，且拥有相当强的军事天赋。野心勃勃的他建起军队，将邻国卷入战火之中，怎料如今却被一帮女人囚禁，即便将他关押在铁笼，也需要不断用魔法加固封印。押送途中遇到了重伤的蓝宗两仪师穆瑞，绿宗两仪师为他治好伤后，便立马前往帮助同伴封印洛根。魔法使用过度的几人精疲力尽，洛根却连一滴汗珠都没有。红宗两仪师表示，当晚不是洛根做了一些无法描述的事情，他们根本无法抓住他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洛根的军队已经杀到了外面，无数支弓箭从天上掠过，绿宗两仪师急忙施法抵挡。两仪师不断释放大招，怎奈敌人数量太多，众人只能边打边撤。就在这时，关押洛根的山洞发生了变故。洛根直接破除封印，震飞了两仪师。等穆瑞赶到时，洛根已经融化了铁笼。倒地的两仪师趁机起身，三人合力想再次封印洛根。不料洛根的力量无比强横，还将最虚弱的凯勒尼当场秒杀。看着奄奄一息的凯勒尼，愤怒的护法举起双斧向洛根砍过去。就在接触护盾的瞬间，两柄斧头仿佛石沉大海，再也难进分毫。伴随着洛根一声怒吼，双斧被震碎成无数片。在场的除了奈尼威，其余人全都身负重伤。运气不好的蓝人龙更是被割破喉咙。奈尼威见状，急忙按住他的伤口，却根本无法阻止喷涌的血柱。眼看洛根的攻击再次袭来，奈尼威突然爆发，只见一股极其强大的光明之力瞬间覆盖整个山洞，所有人在光明的照耀下迅速复原。就在洛根震惊之余，莉亚趁机施法困住洛根，其余人迅速与他建起连接。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，终于驯育了洛根。伴随着战斗结束，幸存者为牺牲的战友举行了葬礼，众人整理好心情继续出发。另一边，麦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时不时呕吐并出现幻觉。卖唱人说麦特是受到了禁忌之城的诅咒，只有去白塔才有希望得救。而兰德也看到一个诡异的面具男，还没等他摘下面具，就从梦中惊醒。麦特也在这时不见了踪影，两人急忙出去寻找，却看见了极为惨烈的一幕：收留他们的一家老小全部倒在血泊中。而诡异的是，麦特站在那一动不动，却突然用匕首指向高处，原来是暗地的马仔无眼魔。卖唱人当即丢出飞刀与无眼魔厮打在一起，在卖唱人的掩护下，两人这才得以逃出升天。本以为3个小队就属艾文他们最幸运，不光有吃有喝，还有热情的朋友，怎料转头就遇到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白袍众。为首的老黑在人群中发现了佩林，要求吕族首领把人交出来，然而吕族却把艾文他们视为一员，誓死不从。艾文不忍心让这群善良之人受到牵连，只好带着佩林逃走。没跑多远就被白袍众团团围住。这个3年没洗澡的女人正在被一群臭男人用钢丝球洗刷身体，剪掉指甲，再换上一次性浴袍。女人还以为这是69元套票，谁知下一秒就被绑在了老虎凳上。审判她的人就是自称光明与正义化身的白袍众。女性两仪师一旦被他们抓住，不仅要砍去双手，还要被活活烧死。看着她腰间挂着的两仪师戒指，就知道有7个女性两仪师已经惨遭毒手。但艾文死活都不承认自己是两仪师，老黑只好利用佩林的性命逼迫他。艾文实在无法忍受，便开始引导至上令，但他毕竟不是真正的两仪师，无法引导出强大的能量。老黑见状露出了猥琐的笑容，怎料艾文的至上令却偷偷解开了佩林的束缚。
佩林面目狰狞地走向老黑，仅仅是一个眼神威慑，老黑就被吓得哭爹喊娘。艾文也趁机捡起匕首解决了老黑。紧接着传来一阵阵惨叫声，原来是一群野狼正在袭击部落。虽然佩林不懂狼语，但很明显狼王没有恶意，似乎在催促他们赶紧离开。另一边，兰德几人与穆瑞在塔瓦隆不谋而遇，得知麦特被诅咒之力侵蚀，穆瑞急忙引导至上力将其驱逐。与此同时，艾文他们也来到了塔瓦隆，并将佩林眼睛变成金色的事告知穆瑞。穆瑞提醒他不要告诉其他人。接下来他们要前往暗地所在的世界之眼，但穆瑞不确定5人到底谁是真龙，只好带着他们一同前往传送门。穆瑞缓缓抬起手臂，开始引导至上力，一道道白色能量不断向他汇聚，很快就开启了传送门。可就在所有人迈入传送门的时候，放不下家中2个妹妹的麦特却反悔了。随着传送门关闭，众人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赶路。通道里伸手不见五指，他们只能拿着火把小心翼翼前行。好在佩林的狼性天赋被唤醒，能轻易的在黑夜中辨别方向。在佩林的指引下，发现一块石碑。就在破译文字的时候，艾文突然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，情急之下引导至上力将其击杀，居然是一只兽魔人。大家还没想明白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不料刚刚巨大的声响却引来了埋心阵，就像一阵黑风迅速将几人包围，众人陷入了埋心阵所制造的幻觉当中。如果不及时打开传送门，所有人都要葬身于此。紧急之下，奈尼维使出洪荒之力。穆瑞也不负众望，成功开启了传送门，大家这才有惊无险地逃了出去。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史诗级大战。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，5个女人就能毁天灭地，他们居然召唤出来了洪荒之力，最后却因为身体无法承受巨大的能量，导致他们接连被烧为灰烬。就在刚刚，穆瑞他们来到边境城，将兽魔人入侵的消息告知城主，城主立即安排下属进入战前准备。穆瑞深知只有真龙才能彻底结束这场战争，但他根本不知道谁才是真龙，他只能带着4人一同前往世界之眼封印暗地。这一趟九死一生，兰德一个人来到靶场发泄，之前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自己有可能就是真龙。为了不让同伴白白送死，暗暗做出了一个决定。第2天清晨，兰德和穆瑞抛下同伴前往世界之眼。然而穆瑞刚走没多久，边境城就响起了警钟。在无眼魔的一声令下，凶残的兽魔大军发起了总攻。城主临危不乱率领士兵开始反击，无数支弓箭源源不断地射向兽魔人。可兽魔人的数量太多，他们踩着堆积如山的尸体攻上城墙。城主刚拔出宝剑，就被一枪钉死在墙壁上。与此同时，兰德2人在前往世界之眼的途中，突然一柄利刃从穆瑞嘴巴刺穿，来人就是他们一直要寻找的暗地。兰德急忙做出还击，可剑之却连同面具一并吸入暗地眼中。兰德隐约感觉这一切是梦境。紧接着，兰德从梦中惊醒，穆瑞猜测他肯定是梦到了暗地，偷偷交给他一个超法器，里面拥有着数以万计的至上力，只要他遇到危险，就可以凭借这件法器将体内的至上力放大1000万倍。虽然不足以将暗地彻底消灭，但最起码也能让他活不过这一劫。随着最后一道关口被攻陷，郡主将悲愤化为力量，命众人召唤光明之力。兽魔人被炸得4分5裂，但巨大的能量所产生的负荷让他们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。很快便有人因能量枯竭被烧成灰烬，甚至连强大的奈尼维也支撑不住。他声嘶力竭地要求郡主收手，但他根本停不下来。看着还剩下一口气的艾文，奈尼维抱着必死的心态，用仅存的力量救活了他。突然，艾文的吊坠上散发出一股能量，紧接着死翘翘的奈尼维死而复生。与此同时，兰德他们终于来到了世界之眼。兰德看着中心刻画的太极图案，不知不觉地再次陷入了梦境。穆瑞试图将他叫醒，不料暗地突然出现，蓄育了穆瑞体内的至上力。紧接着进入兰德的梦境，让他做出选择。如果选择光明，那么暗地就逃不出地牢；假如选择黑暗，那么他将带领兽魔军团毁灭世界。穆瑞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如果兰德不选择光明，只能在他醒来的时候解决他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光明之力缓缓渗入他的口袋，原来是穆瑞送给他的小佛像。显然，兰德已经做出了选择。经此一战，兰德的力量被唤醒，他怕自己无法控制体内的力量，让穆瑞告诉大家自己已经死在了世界之眼。穆瑞看着被兰德震碎的昆达雅石，陷入了沉思，连至上力都无法破坏的石头，居然被兰德震得粉碎。然而，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到这里才刚刚开始。